我宁愿流亡，也绝不会向中国求助。2018年8月18日，对于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而言，这是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坏日子。这一天，在反对派不断发难逼宫的压力下，失去人民和军队支持的他，被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就此远离巴基斯坦政坛，开始了长达12年的流亡生涯。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中，穆沙拉夫倍尝艰辛，但他却始终没有求助于中国，甚至直言表示宁愿流亡，也绝不会向中国求助。作为中巴友谊的维护者，穆沙拉夫为何这么说？这背后有何隐情呢？军人出身的穆沙拉夫将军自1999年10月推翻谢里夫政府，登上巴基斯坦政治舞台以来，便一直在考虑巴基斯坦的未来。那时巴基斯坦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连年的战火和腐败的政权带给巴基斯坦的是一片灰暗，国力凋敝，时局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尽管此前经受过领导人的欺骗，但新的政权建立后，深陷贫穷和失业地狱中的民众还是将视线投到了这位新上台的总统穆沙拉夫将军身上，渴望着他能够带领国家走向新的未来。穆沙拉夫来自人民当中，自然深知人民的渴求。自上台以来，他执政的重点便集中于发展经济，而中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友好的态度，成为了巴基斯坦寻求经济合作的不二人选。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建交由来已久，早在2000多年以前，以玄奘法显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学者就曾不远万里来到伊斯兰堡北部的塔克希拉学习佛经，而来自巴基斯坦的藏传佛教主要缔造者之一萨姆巴巴瓦也早在1000多年前到达过中国的西藏。进入新时代，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交流并没有就此中断，而是在进一步发展，正如1000年前的丝绸之路在今天的世界上重生一般。自1951年5月21日，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正式建交以来，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一直很频繁，在各个领域的互惠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在穆沙拉夫上台之后，双方的关系又被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21世纪开始，中巴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的合作条约，通过合作推动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双方的合作涉及多个领域，包括经贸、能源等，总体投入数量更是相当庞大。2004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额为30.6亿美元，到2005年已达到42.6亿美元。随着双方合作的逐步深入，巴基斯坦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着。2005年，巴基斯坦的 GDP 增长率高达 8.4%， 仅次于中国，成为当年亚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尽管在2005年至2006年，巴基斯坦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问题，自身经济状况受到一定损害，但面对他们的窘境，中国政府积极并及时地提供了援助，共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为此，尽管当时巴基斯坦面对着天灾人祸，但经济仍在较快增长。纵观巴基斯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穆沙拉夫执政时期正是几十年来巴基斯坦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时期。这其中，除了穆沙拉夫本人的优秀领导之外，更离不开中国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于穆沙拉夫政府以及巴基斯坦人民来说，中国毫无疑问是真诚可信赖的朋友。在同我国加强合作、大力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穆沙拉夫也没有遗漏掉其国内不安的现实。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活动一直以来都很严重，穆沙拉夫上台之后，短时间内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各种暗杀、绑架、爆炸等事件仍在持续不断的发生。纵然有着军队的存在，但民众的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这为穆沙拉夫增添了沉重的压力。为此，他选择抓住美国方面抛来的橄榄枝。在被国内外各种伊斯兰极端势力围攻和被美国拉进黑名单两种选择前，基于战略考量，穆沙拉夫最终无奈选择了前者。当天，穆沙拉夫便发表声明，表示愿和美国携手打击恐怖主义。此后，巴基斯坦成为美国全球反恐的前线国家。穆沙拉夫方面的态度与美国一贯坚持的政策不谋而合。一方面，巴基斯坦是无可否认的伊斯兰大国和友好国家，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一方面，美国确实迫切需要有人来维持巴边境地区的稳定，帮助自己打击恐怖主义。自此，巴基斯坦与美国进入蜜月期。与美国开始合作之后，巴基斯坦方面，特别是穆沙拉夫政府，确实受到了很多益处。多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政治方面支持穆沙拉夫，经济方面为巴基斯坦换取了大概100多亿美元的援助。至于反恐相关问题，更是给穆沙拉夫政府提供了众多武器弹药的支持。其实，在尚未提出辞职的那几年，穆沙拉夫就曾多次面临危险的政治困境。通过军事政变掌握政权，一直是穆沙拉夫被人诟病的一个痛点。恐怖活动又从未在巴基斯坦的土地上停止，因此一直以来，他既面临着人民的猜疑，又面临着政敌的围攻，形势相当不容乐观。过去能屡次脱离这些困境，除了穆沙拉夫本人有着极其出色的领袖魅力及领导能力之外，也离不开美国政府的鼎力支持。
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态度的转变成了压倒穆沙拉夫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初美国政府之所以会和穆沙拉夫合作，正是看中了他的政治价值。但自2007年起，穆沙拉夫政府原本坚固的统治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不仅不能够帮助美国，反而还时常寻求美国方面的帮助。对于美国来说，由穆沙拉夫领导的巴基斯坦转变成为政治包袱，于是一向眼中只有自身利益的美国选择了弃了他。纵观巴基斯坦建国以来的历史，会发现其政治总是围绕着军人政权与民选政权的斗争展开。尽管在穆沙拉夫执政初期，他领导的政府取得了不错的政绩，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巴基斯坦的经济，但是到了后来，民主问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直到2007年，被积累起来、忽视起来的政治矛盾彻底爆发，穆沙拉夫再也无法抵挡，红色清真寺事件成为了点燃一切的导火线。为了解决这起事件，巴基斯坦军队并没有顾及到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而是直接对伊斯兰实力摊牌，这导致巴基斯坦不得不走向一条动荡不安的政治道路。民众们最为关心的便是自身利益，既然穆沙拉夫领导下的军队罔顾他们的权益，他们也就不会再支持穆沙拉夫。自这起事件之后，穆沙拉夫便陷入了失去民心的困境。但红色清真寺事件并非是一个结束，此后各种自杀式袭击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在2007年10月19日凌晨，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的车队都遭到了自杀式爆炸袭击。关于如何解决这些事件，穆沙拉夫的选择是解除10多名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对各大新闻媒体强行施压，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显然，这些措施并没有让巴基斯坦的国内形势得到好转，更激起了民众们的普遍反对。以巴基斯坦中层阶级和精英阶级为首的民众们纷纷展开行动，要求穆沙拉夫下台。失去了民心，穆沙拉夫在军队中的地位也没有保住。巴基斯坦军队出于一些方面的考虑，选择与穆沙拉夫拉开距离，保持中立。穆沙拉夫多次寻求军队的支持，但未得到回应，这直接导致穆沙拉夫处于不利地位。上面提到，随着穆沙拉夫在国内地位的不保，美国方面也开始重新考虑亲和穆沙拉夫政府的关系。最终，美国高层做出抛弃穆沙拉夫的决定，不再给他提供政治支持。2008年8月18日，穆沙拉夫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自己正式辞职。从此，巴基斯坦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博弈，而属于穆沙拉夫的时代就此结束。退出政治舞台后，穆沙拉夫便陷入了窘境之中。一方面，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敌早就对他虎视眈眈，反对派生怕他再次拿起权柄展开攻击；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仍贪图穆沙拉夫身上剩余的政治价值，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踪。最终，没得选的穆沙拉夫被迫流亡海外。有人想起他曾与中国保持密切合作，询问他为何不前往中国寻求帮助。面对这样的询问，穆沙拉夫总是会神情严肃地回答说：“我宁愿流亡，也绝不会向中国求助。”这并非是因为穆沙拉夫对中国心怀不满，也并非是中国不愿意提供帮助，而是因为穆沙拉夫明白，在这样的情况下贸然向中国求助，只会拖累中国，拖累这位曾经的好朋友。中国是巴基斯坦重要的陆上邻国，无论国际风云和巴基斯坦国内政局如何变化，中巴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依旧一如既往的牢固，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但倘若流亡中的穆沙拉夫向中国求助并得到回应，那么巴基斯坦国内的极端势力以及美国政府势必不会保持沉默。作为中巴友谊的维护者，这是穆沙拉夫不愿看到的。此外，穆沙拉夫也深知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他不想因为自己让此事变得难堪。因此，纵然有着种种困难，穆沙拉夫也不曾向中国寻求帮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穆沙拉夫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尽管是通过军事政变上位的，但是在上台之后，穆沙拉夫的重心主要放在了发展国家经济与维护国家和平方面。他通过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与美国发展反恐合作，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这两个目标。可悲可叹的是，面对执政联盟的联合通牒，倍感压力的他选择了较为体面的离开。最终，穆沙拉夫无奈下台，何尝不是一种悲哀？身为世界最穷国之一，为什么说中国与孟加拉的合作是最顶级的地缘战略之一呢？作为得到联合国认证的穷国，被基辛格毫不留情地称为废物的孟加拉，相信有不少朋友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其与印度极其相似的社会环境之上。而鲜有人知道的是，今天的孟加拉早就悄悄地走向中国化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中国呢？双方的关系又到了什么地步呢？想要弄清楚这些，我们还要从孟加拉的国运开始讲起。
前段时间，在一位中国博主的视频当中，孟加拉一哥意外走红，这也使得不少人借此首次了解到了孟加拉这个国家。在镜头之下，孟加拉可以说和印度相差无几，苛刻的种姓制度、悬殊的贫富差距、严重的性别歧视，这些种种都在诉说着孟加拉的落后。不过，有一点孟加拉确实和印度并不一样，那就是绝大多数的孟加拉人都对未来怀揣着希望，对于富强自己的国家抱有强烈的愿望。而一个国家的人民往往是一个国家性格最真实的写照，这也是为什么孟加拉会选择向中国靠拢最重要的原因所在。孟加拉国，一个位于南亚次大陆东北部，由恒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冲击而成的三角洲上的国家，总面积约14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2亿。孟加拉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其国家分为8大区、3大干流，自然资源丰富，但却是被联合国认证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显然，对孟加拉国来说，原有的社会模式是很难让其翻身的，因此很多人会觉得孟加拉的未来在于中国。为什么会是中国呢？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样，曾经也是从穷国演变过来的。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而积累的丰富发展经验，正是今天渴望摆脱贫困的孟加拉最迫切需求的东西。而另一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之间的合作还存在着很多隐性的互补点，例如孟加拉的矿业、农业就能够为中国提供原料，而中国先进的科技又可以反过来帮助孟加拉快速地完成现代化。因此，基于以上这2点因素，中国这位老师便成为了孟加拉脱贫致富的不二之选。事实证明，孟加拉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在过去的几年之中，孟加拉拥抱中国已显成效，中国已经成为了孟加拉的最大海外投资国，有超过670家中国企业在孟加拉承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这不仅为孟加拉创造了许多发展机会和就业岗位，而且还深深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由中国在2022年修建完成的帕德玛大桥。在这座大桥落成之前，每年都有数以百万的孟加拉人需要通过摆渡的方式来渡河，期间行程最短需要2小时，遇到汛期8小时的长途都是常态。而在大桥落成之后，这个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几分钟，并且还不受自然约束。除此之外，像2006年中孟2国达成建设的铁路，后来更是被孟加拉国人民亲切地称为梦想之路。同年建设的帕亚拉发电站被称为孟加拉国家电力供应的压舱石，现如今每年能够稳定满足孟加拉全国用电的10%的需求。如此种种案例都在证明着孟加拉与中国合作的成功，正在让孟加拉走向一个充满光明的未来。2023年3月20号，与孟加拉国前总理同名的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正式建成。在当天的入列仪式上，除了兴高采烈的孟加拉官员以外，许多一闪而过的中国身影格外引人注意。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还要从头说起。1971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之下，孟加拉成功打赢了独立战争，这也使得2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亲密。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印度对孟加拉国实现了3面包围，这使得后者在贸易、水资源分配等领域一直高度依赖于前者。而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里。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印度实际上并没有平等地看待自己与孟加拉国之间的关系。例如，曾经就有孟加拉国外交官在谈论孟印关系时十分不满地指出，自己在与印度政府高官打交道时，经常会因维护本国利益而被对方指责为反印。除此之外，作为一个怀揣着大国梦的国家，印度还十分爱参与他国政治，其长期对孟加拉国内的亲印派势力进行扶持，对孟加拉国内政治进行隐性干预。这使得孟加拉国政坛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印度就像是一个孟加拉政党，一举一动都会招致政坛巨动。俗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孟加拉在印度手上长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内的反印情绪不断高涨，其最终便使得孟加拉国出现了摆脱印度控制的需求。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孟加拉国想要凭借自身的力量实现这一切并不现实，因此孟加拉想要以小博大，势必需要别人的支持。那么，谁能成为孟加拉的助力呢？放眼全世界，孟加拉关注到了中美俄3个国家。俄罗斯这边受限于俄欧冲突，自顾不暇暂且不谈，美国的支持可不是那么好获得的。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虽然美国对孟加拉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是其同时也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屡屡对孟加拉国进行施压。
显然，如果孟加拉国做出了这一选择，那么就算摆脱了印度，最终的结果也还是会受限于美国，无非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坑中，依然无法实现独立外交的目标。那么，既然美俄都因各种原因无法选择，留给孟加拉的答案便只剩最后一个，即中国。对于孟加拉国来说，谢赫哈希纳潜艇基地的建成意义十分非凡，因为这不仅是其境内的第一个潜艇基地，同时也是其拥有的首个现代化海军基地。更重要的是，这个基地是由中国独资建造的。事情讲到这里，孟加拉国想要干什么已经是不言而喻了。而除了潜艇基地之外，在其他项目上，孟加拉与我国的合作也在不断加深。根据孟加拉国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国家形象研究报告》显示，如今的孟加拉已经成为了中国武器在全球市场上的第2大买家。光是在2019到2023这4年的时间里，孟加拉国有约 72% 的武器都来自于中国。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则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在以较低价格向孟提供重要军事装备的同时，并没有对孟内政提出任何附加条件，这是孟从其他国家得不到的待遇。这里其他国家点的是谁，显然也不用多说。当然，话又说回来了，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从来不特意的针对第三方。中国与孟加拉的一系列联系只不过是恰到好处，孟加拉国需要，而我们刚好有罢了。如果非要有人误解，那只能说这个人心里有鬼，不然怕什么呢？实际上，从地理位置上就不难看出，中国和孟加拉的合作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例如，在海洋方面，中国和孟加拉一道能够共同开发港口和印度洋资源。与此同时，中国也能借由孟加拉国境内的河流，让西藏资源顺流而下，为西藏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在陆地方面，中国和孟加拉国相隔也并不远，双方完全可以搭建起有益的桥梁，使得两国之间更加亲密。而一旦中国能够和孟加拉国达成连接，那么藏南地区难以开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总而言之，孟加拉之所以选择中国化，是因为其对发展的渴望，对外交独立的诉求，而在尝试了各种方法之后，最终发现只有中国方案走得通。如今，孟加拉国的 GDP 总量已经突破了4000亿美元的大关，相较于2010年的自己增长了近4倍，这也使得其成为了南亚地区仅次于印度的第2大国。对此，我们不讲孟加拉国选择中国方案对错与否，因为事实早已胜于雄辩。